真的太扎心了。我現在越来越覺得埃隆·馬斯克那句聽起來像瘋話的預言，可能根本不是在開玩笑。我們這個世界真實存在的概率只有10億分之一。在開始今天這個故事之前，我想請你在評論區打下2個字：充錢。如果在接下來的生活裡，你真的遇到了難以解釋的好事，記得回來給這條視頻點個讚。這在編程裡叫系統性反饋，而在現實裡，我們管它叫奇蹟。之所以要聊這個，是因為最近科學界發生了一件足以載入史冊，甚至有點危險的實驗。它直接把模擬世界這件事從科幻腦洞推向了冰冷的現實。科學家們真的在電腦裡造出了一只活的果蠅。請注意，我這裡強調的重點不是模擬了一個果蠅動畫，也不是寫了一段程序讓果蠅按照規則行動，而是完整複製了大腦的物理結構，讓果蠅自己活了過來。這就相當於有人把你腦子裡所有的電路、所有的溝壑、所有的神經元連接一根一根拆出來，照着原樣焊到一塊硅基電路板上，然後啪的一聲通電，你在電腦裡醒了。人類以前想讓機器像生物，思路是寫規則，看到 A 就做 B， 遇到 C 就反應 D。但問題是，真實的生物不是這麼運行的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為什麼會突然想喝奶茶？為什麼有時候會莫名煩躁？沒人給你寫過這些指令，你就是會。這些東西從哪兒來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就藏在你腦子那一堆複雜的布線裡面。科學家這次幹的就是把果蠅的這套布線原封不動地搬進了電腦。別小看一只果蠅，它腦子再小，也是個完整版生命系統，擁有14萬個神經元，5000萬條突觸連接。人類目前還沒有頂級工程師能設計出如此高效、精密的系統，所以我們只能照着抄。科學家們幹了一件特別變態的事，他們把果蠅的大腦像切火腿腸一樣，一刀一刀切開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切。切成什麼程度？厚度只有頭髮絲的1/1000，然後用電子顯微鏡一層一層拍下來，再把這數以萬計的切片圖拼回去，還原成完整的3D 結構輸入計算機。很多人到這裡會覺得，那後面肯定寫了很多控制代碼吧？恰恰相反，他們什麼都沒寫。這只數字果蠅在數據迷霧中產生了類似慾望的行為。科學家在虛擬環境的某個坐標投下了一點糖的信號，果蠅精準地撲向了那個坐標，然後開始進食。這種現象在科學上有一個極其迷人的名字，叫湧現。就像你種下一顆種子，你不需要寫代碼讓它開花，只要結構對了，條件夠了，它自己就會長出来。這說明了什麼？這說明生命很可能不是什麼帶有神性的、神秘的東西，而只是一種特定結構運行後可能出現的結果。換句話說，只要結構對了，活着這件事就會自動發生。好，現在我們把視角切換一下，我們站在這只果蠅的視角，看看它到底經歷了什麼。它出生在一個有光、有地面、有氣味的世界裡，它會餓，會找吃的，會躲避刺激。對它來說，這一切都是真的。但我們知道，只有一堆0和1的電信號在服務器裡來回奔跑，這才是這個實驗最震撼的一點。真實感取決於大腦，而不是世界本身。你現在喝一口奶茶，覺得甜，是因為糖分子刺激了你的味覺受體，對吧？但如果我用一根微小的電極，直接刺激你腦子裡負責感覺甜的區域，你一樣會覺得甜，而且分不出真假。這不是科幻，這是已經被神經科學反覆驗證的事實。人類早就能通過精準的電刺激讓人產生感覺。換句話說，你以為你在感知世界，其實你只是在感知大腦被怎麼刺激。那問題就来了，如果所有感受本質都是電信號，那這些信號到底是來自真實世界，還是來自某個更高层的輸入？你怎麼區分？你區分不了，這就是所謂的模擬困境。尼克·博斯特罗姆提出的模拟假說認為，人類文明要麼在模擬宇宙前滅絕，要麼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在模擬裡了。以前大家覺得這是瘋話，因為模擬一個世界太難了，但現在邏輯鏈已經通了，我們已經開始模擬果蠅了。而且更離譜的是，我們的大腦其實比我們想象中要好騙得多。你有沒有聽說過心理學裡著名的橡胶手實驗？科學家讓你把一只手藏在桌子下，拿一只逼真的橡胶假手放在你面前，用2把刷子同步刷真手和假手。仅仅幾分鐘後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，你會開始覺得那只假手就是你自己的手。如果這時候科学家突然拿出一把锤子，狠狠砸向那只假手，你会嚇得全身一抖，心跳加速，甚至產生真實的痛感。你的理智知道那是假的，但你的大腦信了。這個實驗說明了什麼？說明你對自我和現實的認知其實脆得一塌糊塗。
只要信號給對了，你是誰，你在哪兒，你活在什麼世界，全都可以被改寫。現在回到那只果蠅，他看到的光是假的，聞到的味道是假的，但他的大腦完全信了。那你呢？你看到的日落，摸到的桌子，聽到的我的聲音，憑什麼就一定是真的？你可能會反駁，因為我能驗證啊，我能摸到桌子的質感。但我問你，你用什麼驗證？還是你的感官，對吧？如果感官本身就是被餵數據的渠道，你的驗證不就成了用程序驗證程序嗎？這就像遊戲裡的 NPC 說，我確認這個世界是真的，因為我能撞到牆。但問題是，牆本來就是代碼寫的，你根本跳不出去。我們再問另一個問題，如果未來某一天，人類真的可以完整複製一個人類大腦，並把它丟進一個虛擬世界裡運行，那麼這個數字人到底算不算活着？你可能會說，不算吧，它只是一段程序。那我換個問法，如果這個數字人會思考，會害怕，會期待明天，甚至會對着虛擬的天空問我是誰，我為什麼存在，你憑什麼說他不算？如果他在那個世界裡談戀愛、結婚、生孩子，他的孩子也是一段代碼，一樣會哭、會笑、會思考，那這一整個文明和我們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？答案是沒有，區別只在於介質，我們是碳基，數字人是硅基。這就引出了一個更讓人不安的線索，現代物理學似乎也在暗示某種系統優化。你有沒有聽過量子力學裡的觀察者效應？在微觀世界裡，一個粒子在被觀測之前是模糊的概率雲，你一看它，它才瞬間確定下來。這簡直太像開放世界遊戲裡的視野加載了，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系統就不渲染，以此來節省算力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有一個文明比我們先進100萬年，模擬一個人類大腦對他們來說，可能就像我們現在玩模擬人生一樣簡單。那麼，在一個模擬世界和唯一一個真實世界裡，你憑什麼覺得自己就是天選之子，剛好出生在真實的那一個裡？這時候你可能會問，如果我們活在模擬裡，那他們為什麼要模擬我們？雖然我們無法跳出系統去觀察程序員，但邏輯上逃不出這3種可能。第一種，科學實驗，就像我們拿果蠅做實驗一樣，他們可能在研究文明的發展、社會的演化，或者在測試某種病毒、某種戰爭模型。你以為你在認真生活，在他們眼裡，你可能只是第250號實驗體。第二種，娛樂消遣，你的一生可能只是某個高級文明的玩家在打發時間。你加班，你焦慮，你失眠，對他來說，可能只是覺得這局遊戲的難度調得有點高。第三種，更狠一點，歷史存檔，也許這是某個文明為了複刻歷史，把過去整個宇宙重新跑了一遍。你現在這一刻，可能只是某個歷史回放裡的一個固定角色。而且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腦洞，如果我們真的在模擬裡，那說明這個世界是可以被修改的，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權限。你以為的運氣、巧合、奇蹟，會不會只是某種我們看不懂的參數波動？你有沒有過那種瞬間差一點就出事，但剛好躲過去了？明明概率極低，但偏偏發生了。如果這是代碼，那是不是偶爾系統也會抖一下？聽到這兒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喪，那我們豈不是完全沒有意義？不一定。換個角度想，就算是遊戲角色，你的快樂是真的，你的痛苦也是真的。就算是模擬，你體驗到的一切對你來說依然是全部，區別只在於介質，不在於價值。所以看一眼你身邊的世界吧，那張桌子，那盏燈，窗外的夜色，它們可能是真實的原子構成的，也可能只是显卡渲染出來的像素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你此刻的呼吸，你對未来的好奇，以及你現在腦子裡產生的那個我是誰的念頭，它們是實實在在發生的。如果世界是模擬的，那我們就把這場遊戲玩到極致；如果世界是真實的，那我們就更不能辜負這場僅有一次的奇蹟。好了，說到這兒，你可以再次看一眼評論區，看看有多少人打下了那2個字，看看這個系統有沒有因為我們的集體互動而產生哪怕一點點的波動。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，感謝你今晚的陪伴。窗外星光依舊，不管那是恆星的光芒，還是屏幕的像素，願你的夢裡都有星辰大海。晚安。